注意看，比死神方便还猛的中國散打王橫空出世，3拳2腿 KO 2位世界搏擊冠軍，徹底看呆武僧一龍。好，各位觀眾朋友們，眼前正在出場的這一名選手呢，就是號稱比死神方便還要猛的中國山東散打名將曹魯健。上戰績50勝6負，其中包括26次 KO， 並且曾經連續獲得過8屆山東省的散打錦標賽冠軍。那麼他的這個戰績的確是非常輝煌了啊！可以說任何老外和他交手的下場只有死路一條。好，這場比賽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曹魯健今天的對手，來中國踢館的便是英國的自由搏擊冠軍3冠王奧格勒斯。好，沒有錯，他也是不遠萬里從英國呢跑到中國前來踢館。那麼在英國他已經是南巡敌手了，所以說也希望遇到過更強大的敵人。哇，我們看这个家伙，比赛没開始很興奮啊，先給自己來上2拳。這個行為的話很少見了啊！觀眾朋友們不知道的還以為這個小子狂犬病發作了。來自中國的曹魯健，南方選手是英國的奧格勒斯。比賽現在開始。好，我們仔細看，比賽已經開始。紅方選手白色戰袍，中國小將曹魯健；藍方選手黑色褲衩他就是英國3冠王奧格勒斯。好，雙方一上來的話也是進行腿法上的一個交流。兩個人這個腿法都不錯啊，都很厲害。那麼賽前這個奧格勒斯也說了，今天就是想來會一會中國散打王的腿法怎麼樣。打方便沒機會了，因為方便已經退役了，那就試一試這個曹魯健怎麼樣。看來他對自己的實力還是非常的自信。這個英國人啊，都挺狂的，其實。我3年前見過他的比賽，當時他沒有這麼個身高，那時候身高也只有1.8米左右，量沒有這麼大，那時候打70，現在改成打80。他的拳腿組合很有這個力量。在之前的瘋馬奧格勒斯的比賽當中呢，瘋馬的身，這個擊服有效果了，再來。本場比賽還開局不到1分鐘啊，我們看這個奧格勒斯已經是半跪到了地上，沒有錯，這拳應該是有爆桿。我們看裁判也是毫不猶豫啊，送給了對方一個好禮物，那就是讀秒。曹魯健能否擴大戰果，連續的打了3拳，連續攻擊內部。現在這個對方的軟肋，對，這成軟肋了啊！就是軟肋，這真是連續攻擊同一個地方。他現在有意識想下壓來守這個地方，但是很難。這個繞腿動作啊，今天的這個曹魯健打得太兇猛了。今天這個曹魯健他身高1.88米的，非常的高大，所以說奧格勒斯以往的身高優勢不復存在。而且曹魯健不僅是身形高大，而且速度也是過人。這個80公斤實際上最好看，又有速度又有力量。曹魯健再有聰明點，對，加這個腿法的進攻要上頭，因為你身高1.88米，這很容易起高鞭腿上頭動作。這場比賽曹魯健可以說在身形方面還有速度力量方面都占盡了優勢。這個開局很好，這畢竟是曹魯健第一次來昆崙街打比賽。對，我特別喜歡。我看這三公拳，對，同樣有風險，有風險的，因為80公斤有力量的，對，全就可能是輸掉。剛才我們看到英國的這個奧格勒斯一個上勾拳打中了曹魯健。奧格勒斯的內圍戰呢還是非常的獨到，但是呢，曹魯健打開大河，並不給奧格勒斯機會。這很浪費體能的呀，曹魯健。這個看，就用右手上勾拳，看到沒有？又打一個上勾拳。這倒計時還有10秒，对，双方能否有再非常漂亮，有太可能了。好，觀眾朋友們，比賽馬上要來到第2回合了啊！對方的奧格勒斯打得非常難受啊，因為他平日裡呀引以為傲的身高和臂展，今天在曹魯健這1.88米的大高個面前啊，全都不復存在了。在第1回合，曹魯健是拿到了絕對性的一個優勢，而且還有一次成功的讀秒。所以說，接下來只要我們穩住的話，本場比賽肯定會獲得勝利了。而且這腿法的進攻，對了，看到沒有？對了，連續3拳，哎呀，這個曹魯健進攻很全面。然後你再出拳就對了，對，這樣就有機會。但是馬上直接後腿打了，後腿直接跟上了，打直拳，不要這種擺拳了。曹魯健還真的有實力，對，腿也很重。是的，這個時候奧格勒斯呢防守顯得有一些的軟綿無力，畢竟是自己的前腿多次遭受到了曹魯健低掃。
好，我们看比赛的第2回合，曹鲁健连續的砍腿，讓這個奧格勒斯啊，的確是有點痛不欲生的感覺了。而且曹魯健連續的砍腿呢，這個效果呀也是非常的明顯。好，連續砍腿，哎呦，這個腿法勁兒太大了。我們看奧格勒斯這個時候還能不能站起來？看情況應該是夠嗆了，看一下能不能站起來，走2步啊，走2步，看一看你還行不行了。不行了，觀眾朋友們，裁判終止了對局。趕緊啊！擔架有擔架上擔架，有輪椅上輪椅，給這哥們兒給他推回英國去吧！啊，非常的精彩。好，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曹魯健在比賽第2回合的這個對手。那麼，相較於上一回合來講呢，這個家伙啊是來自於新西蘭的拳壇老將，35歲的啊丹尼爾。上一場比賽，英國選手特意來找曹魯健來拼腿，而這場比賽對方則是來找曹魯健來拼拳。好，來看一下雙方這場比賽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這個是個老將了啊，比曹魯健也是大了好多歲。好，仔細看，紅方選手紅色褲衩，中方選手代表中國紅，曹魯健。那麼藍方選手就是來自於新西蘭的丹尼爾，傑梅。我覺得您還是保持了一個非常冷靜的心態。比賽不到最後1秒鐘，任何情況都有可能。是。好漂亮！哦呦，前後手的輪擺力道很足，對方明顯是有點發慌了。曹魯健的身高啊，的確是很恐怖啊，1.88米的一個身高，無論是打哪個老外啊，都是很有優勢。我們看，對方的新西蘭選手丹尼爾在他的面前依然是少了半頭。說不好聽點是爸爸打兒子啊，說好聽點是大人打小孩。雖然對方啊，我看到實在是給了強大的壓力，可是我們這中國選手年輕小將，他在比賽中確實打得還是步步為營啊，穩紮穩打。沒有錯，本次5戰世界功夫爭霸賽也是級別非常高的一個比賽，所有的選手世界排名包括看拳法，對我們在國家隊的選手成績都是非常優秀。我覺得王者之戰這一場上來，雙方選手都沒有太多的去試探對手。一個是呢直奔主題，再一個呢他們還是就是注重實效的打法，就是避實就輕，避重就輕。正所謂是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他們注重的是個有效的擊打，有效率更高，就志在必得。沒錯，我覺得雙方呢內部定的這個目標就是 KO 拿下 KO 對手。打挺。看看雙方這一場的表現，曹魯健在我們的5戰第1場也曾經參加獲得了勝利。好，距離比賽第1回合結束還有1分鐘的時間，我們看哦，曹魯健連續的進攻啊，哦，把對方逼在角落。這個時候，這個丹尼爾沒有辦法，只能通過摟抱來限制一下曹魯健的進攻。可以說本場比賽我在對方的身上是絲毫沒有看到任何一絲的挑戰者的這個氣勢，觀眾朋友們，我感覺打得非常的油滑啊，感覺他好像是擂台狩獵者啊，並不是來踢館的。好，你看又一次的摟抱，這種無用的帶摔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在我們規則範圍之內，這並不加分。就是提前的這個預備是比較明顯。我們經常講的這拳擊這個術語叫打電話，就是你拉開架子就給你一個對方給一個提示，就是我要做動作，哎，我要打你了，所以我們叫打電話嘛，一個是動作很形象，再一個呢，這個寓意也非常清晰，就是通知你。已經講的有意莫待行，待行必不贏。好，觀眾朋友們，比賽來到第2回合，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雙方啊這一回合的精彩表現，精彩的對局。哦，要小心！我們看曹魯健在倒地的瞬間啊，對方也是站在我們的面前，這盯着我們啊，這是一種好，你看他還想把曹魯健甩飛在地上，但是很明顯啊，對方是有點搬不太動了。真是鬥智鬥勇，這個迎擊打得非常好，好的，有機會，注意效果。剛剛曹魯健的這一拳，我只能用漂亮2個字來形容啊，也可以說是完美。好，那麼接下來還有2分鐘的時間，對於這個丹尼爾來講呢，是非常非常煎熬的一個階段了啊。那麼他想要耗費時間也很難。好，你看
通過這種卑鄙的手段啊，想要耗一下時間。这个丹尼尔表示说我不疼啊，说我自己没事儿。那观众朋友们啊，这疼不疼啊？打在誰身上誰知道？哈哈，你不說，難道就代表你不疼了嗎？因為剛才這個有效擊打呀，它是連續重擊，所以呢，我想着這種壓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我覺得曹魯健是有這個能力的，我們看得到第二局也是非常的主動。所以現在呢，他要掌握好自己的這個技術戰術的節奏變化。對方現在非常聰明，馬上跟你纏鬥。這個時候如果鬆一點的話呢，打游動、打游擊戰，拉開，對對對，哎，拉開距離，拉開這個角度。就像您說的，還是不能輕視對手。在這個技戰術方面呢，要恰當的根據自己的特點來掌握戰術變化。好，那麼現場的觀眾也非常應該說呢，這個比賽應該是結束了。好，沒有錯，觀眾朋友們，本場比賽非常的精彩。那最終這場比賽最終在第二回合，曹魯健也是用自己彪悍的重拳 KO 了這個來自於新西蘭的擂台挑戰者。對方信心滿滿，作為一個拳壇老將，想要和我們來這個會拳法，可以理解啊，但是呢有點不自量力了啊！那也恭喜曹魯健獲得比賽的勝利。身高1.88米的這個壯漢啊，不愧是山東好漢。都說山東的大蔥啊長得都比人高啊，以前我不信，現在我真信了。好，再次恭喜曹魯健。那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啊您的收看與支持，咱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中國小夥在日本擂台惹下大禍，一記神龍出海，幹碎日本拳王的下巴，徹底嚇壞日本女觀眾。好，各位觀眾朋友們，這場比賽呢是為您帶來一場非常精彩的中日對局。沒有錯，武僧一龍的大弟子沒有錯啊，就是我們中國那位號稱有着金鐘罩鐵布衫的武僧一龍，他的大弟子眼前的趙重陽來到了日本東京。大家眼前這個賊眉鼠眼啊，皺着眉毛的日本選手伊藤健人。這次趙重陽來到日本呢，是拿下了3連勝的一個戰績。那武僧一龍呢，現在也在台下啊，觀看自己大徒弟的比賽。趙重陽啊，是武僧一龍呢最早收的一位弟子啊，也是他的得意門徒。好，我們看一下紅色拳套趙重陽，藍色拳套的話是伊藤健人。對方的身高和臂展啊，有着明顯的一個優勢。這一次赴日之行呢，趙重陽是拿下了3戰3勝3 KO， 啊，讓日本人很是苦惱。對方選手的話是一個台獨分子，我們仔細看啊，他的這個內褲上啊，這個短褲上紋了2個大字啊 ，TW 啊，就是台灣的縮寫，沒有錯啊，他是個台獨分子。他支持台灣獨立，所以說趙重陽也是很生氣啊，他表示我們台灣是我們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好，連續低掃。趙重陽給到對手的這個壓迫感啊，還是很強。我們看趙重陽的這個低掃呢，和武僧一龍啊非常像，兩個人都是啊有這種直直的啊勢大力沉的感覺。在國內啊有很多人黑這個一龍啊，說一龍的這個假和尚啊假武僧。觀眾朋友們啊，武僧一龍呢為國爭光啊，這個事兒他絕對是真的。哎呦，這個擊負有效果，連續的重擊，有機會。哦呦，呵呵，對手軟下來了。剛剛應該是有爆桿。這個伊藤健人啊，和我們中國很多選手有過切磋。這個健人啊，他這個名字只能這麼叫啊。他和許英華打過比賽。哎，裁判什麼情況？他是在保護這個日本選手啊。好，最後的時間。ボディへ照準を定める趙重陽下がっていく伊藤健人です
好，没有错，各位觀眾朋友們，比賽第一回合已經結束，還是非常精彩。那第一回合我們仔細來看啊，這完全就是你看這個後手的直拳啊，軀幹直拳，對手整個人軟了下來，應該是爆肝了。這個斷沒斷肋骨啊不好說啊，但是爆肝的概率還是很大。趙重陽和他師傅一龍的區別呢還是很大啊。一龍呢是一個相對來說偏向於腿法，他的低掃很厲害，而趙重陽今天啊他在拳法上的表現還是很出色啊，而且毫無保留啊。第一回合呢就把所有的壓力給到對方日本選手。而且赛前據說啊，日本選手的這個父親啊，已經說了啊，如果你打不贏，你不要來見我啊，你乾脆當場切腹。頂着這麼大的壓力啊，對方看起來確實很緊張，有點心不在焉。伊藤選手もテクニシャンですからね、もうその辺はちゃんと以降はもらわないような対応するでしょうかね。好，第二回合，让我們一起來欣賞一下雙方選手的表現。好，又是連續的軀幹拳，沒有錯，擊腹再來，打蛇打7寸啊！趙重陽深知這一點。そうですね。伊藤選手も序盤ミドルは走ってたんですけども、最初のキレ少し浦部選手どうですか、伊藤の蹴りは。そうですね、いいと思うんですけど、相手が好飛膝，趙重陽第二回合的進攻上打得還是很兇。實際上對方啊，這個臂展和胳膊都很長啊，還有腿的長度。但是面對趙重陽啊，這個坦克般的進攻啊，幾乎是沒有什麼辦法。伊藤に今そこは見えているでしょうか。左のインローありました。圧力があるジャオチョンヤン、ここもボディストレートだ。伊藤選手冷静で、効いて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けど冷静ですよね。ちゃんと綺麗にリズム取れてますよね。膝を狙ってるような気がします僕は。好，第二回合已經過去了半回合。顔に狙ったりする刺すような。好，這個低掃啊，這看着就很脆。我們中國選手的這個腿法呢，更偏向於這個散打啊，所以說他的這個勁兒更足，而且快且脆。パンチを誘って前傾の姿勢になる状態からだと膝が出しやすいですよね。いや平子さん、このジャオチョンヤンという選手は中国の選手の中でもかなり攻撃多彩ですね。上に下にと中ようなボディもね、これがおいそれと近づけないようにですよね。平子さんのお話だとこう中国人選手はこうゴリゴリ押してくるようなファイターのイメージがあったという中で、こういう選手も育っ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ね。パワフルかつ技術面も高いですよね。そしてこのダウンを奪うボディーブローも持っています。ジャオチョンヤン前に出てきますが、どうですか。好，還有最後的半分鐘。又是頂膝。趙重陽的這個膝法呀，確實很厲害。這場比賽的使用頻率呢也很大。伊藤の攻撃を嫌がっている部分が。残り10秒です。第2ラウンド。前にプレッシャーをかける。左のミドル強烈。ボディえぐる。だからさっきみたいな入り方ができてないですよね、パンチで。はい、そうですね。好，沒有錯，觀眾朋友們，第二回合已經結束。那今天是3回合的賽制，每回合3分鐘的時間。那也就是說，接下來比賽還有最後的一回合。不知道屏幕前的您認為趙重陽今天能否 KO 對方的日本選手啊？反正我覺得這個還是很有機會的啊。因為趙重陽現在為止已經把對手打到筋疲力盡，對方啊體能也不行啊，而且他的這個戰力水平也不咋地。このラウンドは伊藤選手は街で合わせるだけじゃ勝てないですね。自分からいかないと。前に出てくるのはジャオチョンヤン。好，我們一起來看一下雙方第3回合的表現。飛膝，哎呦，什麼情況？
哦，这个人都对眼了。我的天哪！来自于一龙奥羽搏击俱樂部的趙重陽，一龍的大弟子。哦，這個神龍出海啊，這個是。好，這一下的話，對方選手徹底不行了，徹底是癱軟倒地。好，這場比賽讓我們恭喜眼前的趙重陽。哎呦，這個家伙還在搶救。趙重陽非常的講禮貌，趕緊給對手鞠了一個躬。沒有關係啊，比賽完事之後，我們直接吃席。讓我們再次恭喜趙重陽。那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啊！這個比賽打得確實很精彩。讓我們來看一下他的精彩回放。哦呦，這一下，我對手的腦袋好像撥浪鼓，這一下估計啊，這個脖子應該是不能好了。而且下巴這個位置啊很脆。你看趙重陽這個時機抓得多準啊！抓對手的這個出手的一瞬間啊，不在防守的這個瞬間啊。對手還在猝死。好，不管怎麼說，讓我們恭喜趙重陽啊！同時也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觀眾朋友們，咱們下期視頻不見不散。他在抓對方，金腰帶屬於中國，我會把金腰帶。他們兩個真的是狼狽為奸。不僅賺着我們中國的錢，竟然還瞧不起我們中國人啊！隨時隨地、無時無刻的欺負我們中國選手，欺負我們中國人。台上欺負我們中國選手，台下欺負我們的中國姑娘。這也是我們中國人討厭他們的原因。我們可以參考一下法國啊，現在法國呢可以說60%以上都是黑人，基本上都要淪陷了啊！以後不能是浪漫之都了，應該叫黑色帝國。好，雙方比賽開始，注意看紅鋒選手來自於新疆的薩利曼。上一場比賽我們見識到了他的風采啊，開局21秒便 KO 了對手。而藍方的大老黑便是盧蒙亞喬賽亞啊，來自於烏干達，他表示要為他的隊友復仇。這場的話也是非常的精彩啊！對，哇，這個好地很重。你看我們的烏干達運動員啊，是，但他抱得很挺全，他抱得挺死的。是，而且你看他整體的一個風格，我是覺得他有一些態勢是在身上的。對，這個基輔就是太明顯了。如果你前面有幾個動作引的話，然後把這個基輔給打出來。哦，剛剛這是一個薩利曼腿法的技術性擊倒。上一場比賽我們見識到了薩利曼拳法的威力，而這一場比賽你將會見識到薩利曼碎骨腿法的厲害。您聽好了啊，是碎骨腿法，這是薩利曼自己獨創的一個腿法。顧名思義啊，專踢對方的小腿骨。所以說我們在觀看比賽的時候啊，注意看薩利曼腿法的一個進攻，你看連續的掃踢，一腳接一腳。對，這個轉換很快。對，但是他們在找節奏，然後找對方的熱點，然後如果有一瞬間，如果對方有這種失誤的話，還可能就 KO 對手。是，我覺得這個盧蒙亞的前腿一定要小心一點啊！剛才是被薩利曼有幾個掃踢啊砍到了這個小腿的位置，所以如果下面再有幾個的話，估計這個小腿可能就有一些危險了。對，還有一個低掃腿。是，再來了一個。連續幾個動作一直打的是那個點的話，對，這種肯定是扛不住的。對，同一個點會累積傷害。啊，別看對方長得黑啊，但是這個腦子呢的確是不笨，還是採取一些摟抱的戰術來限制薩利曼腿法的進攻。實際上對方作為一個泰式的選手，他的這種前腳啊點來點去的風格，理論上來講可以很好的規避薩利曼的腿法進攻，但防不住，主要是薩利曼腿法這個出腿啊實在是太快。對，你看我們的紅方啊打的動作很小啊，你看這時候你看他這個小腿的話，確實已經有了一些累積的傷害了。對，因為前面的話是做了有5-6個啊。只做了有5-6個，他這個掃踢的位置，對，可能還再來一個，對，哎呦，飛膝，也就是跟我們之前上一場比賽的話也是一樣啊，這個卡夫踢的話對他這個小腿的傷害是有一些累積的。對，如果他一旦踢這個小鞭腿的時候，一定要有防的這個動作。對，哦，再來了一個，很容易，如果連續幾次踢的話，對手很容易要迅速推開，然後再加反擊動作，對，動作打得明顯一些。哦，一個後手。對，後手是剛才有一個非常緊張的後手。對，他這個如果把體力再迅速的拉開，然後再來一個後鞭腿踢的話，對手肯定會死。對。好，第二回合這大老黑盧蒙亞明顯呢是有一些打着急了啊，
在进攻頻率上是明顯有所加強，因為他很清楚啊，累積性的腿法傷害，如果他一直被薩利曼這麼踢的話，越打他會越難。好，死死摟住，還是採取一個摟抱的戰術。什麼情況？哈哈，哇，這一下我們聽到了雞蛋碎裂的聲音。好，這腳下去的話，看來薩利曼這個碎骨腿法不只要踢飛他2條腿，第3條腿也不打算放過。我覺得很好，也算是幫助對方呢開展第2職業啊，幫助對方呢開展一個我們中國古代的傳統職業啊，也就是所謂的鐵飯碗、衣食無憂的大太監。也是鏖戰了很多次比賽的一個老手，所以在這種情況的處理上面，他也是調整得很快。哇，再來一個前腿。再來了一個。好，這時候薩萊曼的話，對，我們的這個伊岡達運動員是他的這個動作已經慢了很多了。對，是他，因為他影響了他一個動作的速度。对，因为他的左前腿是肯定是受了傷的。又一擊打。又一次，觀眾朋友們，那現在這個累積性的傷害和累積性的痛感已經上來了，那這個痛感只會越來越強，他被擊倒的頻率，我只能說呀，只會越來越高。但觀眾朋友們千萬別着急，這才僅僅是一個開始，接下來他會越來越痛苦，越來越生不如死。眉骨開了嗎？是？額頭的位置，額頭的位置，對，額頭的位置。因為薩里曼的話，他是屬於這個快進快退啊，你看，他整體的一個移動速度是很快的。對。但是相反，這個盧蒙亞的話，因為有一些態勢風格在裡邊，所以你看他的。好，薩利曼的碎骨腿法，哈哈，一不小心呢又瞄到對方的褲襠上來了。看來今天不踢斷對方的第3條腿，薩利曼是不肯善罷甘休了。好，短暫休息，第2回合最後的20秒鐘。好，比賽繼續。薩利曼也是抓着的這些，你看對方的弱點啊，對，快進快出，打法不錯。對，你看這個薩利曼在防守過程中啊，因為這個我們的盧蒙亞他的臂展還是比較長一些的，所以薩利曼他也很聰明啊，也是在近身防守過程中手舉的也都比較高一些。對，所以對方的一個直擺啊，都對他來說沒有效。啊，你看他的壓迫感，對，正蹬，近距離的一個看正蹬他的一個大腿內側啊，這個動作做的也是非常的很，好像也是來到我們的第3回合。這是2個身，對，這一回合不知道有沒有 KO 啊？是，到第3回合裡邊了。對，絕對會很精彩。這一場如果要有 KO 的話，因為你看他已經對對手已經造成了很大的這個腿部的傷害。也是一場鏖戰。一個倒地。又一個啊！好，這是本場比賽的第4次擊倒，開局不到30秒。我們看對方，哎呦，向後走路這個倒車啊都成問題了。2條小細狗腿有點不聽使喚。好，薩利曼乘勝追擊，連續的摟抱戰術，對方呢已經不是摟我們了啊，開始鎖我們，要把自由搏擊啊打成綜合格鬥。小踢腿，再來了一個了，很大了。對，他抬起來，但是他總有落下來的時候的，落下來就是踢他。好，我們的換架了啊，現在換架了。好，一個換腿，一個跳踢，啊，想做轉身啊，蹦蹦，哦，距離太近，對，距離過近，對。你看他這時候你再做轉身蹬的話，沒太大的意義。是，直接還是用這個低掃腿。又來一個，我們裁判叫停了比賽。好，觀眾朋友們，這場比賽讓我們恭喜我們的新疆小伙薩利曼獲得了比賽勝利。碎骨腿法果然是名不虛傳啊！今天真的是3拳2腿解決了2個囂張老外。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啊，薩利曼這個小伙他才年僅21歲啊，也就是20周歲，相當的年輕啊。但他的實力我們也看到了，有目共睹，的確是夠強，而且還有衝勁兒。好，恭喜薩利曼，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咱們下期視頻再見。但是這個日本黃毛突然和一個礦泉水直接噴到了楊建平的臉上，中國硬漢遭日本人羞辱，楊建平更是被吐了一臉的口水。楊建平忍無可忍之下衝上擂台，將2人無情幹翻。在中國有這麼一位拳王，因專打日本人而聞名全國，他便是江湖人稱中華虎的楊建平。
他的進攻簡單直接，卻又無比兇殘。在那個小日本無比猖狂的年代，他幾乎每一場比賽都能夠終結對手，其終結方式更是五花八門，招招致命，不是折斷脖頸，就是掰斷手臂。最終因為打日本人下手實在太狠，被世界拳擊組織終身禁賽。被禁賽的楊建平自己做起了老闆，開辦賽事，給更多的中國選手有機會教訓日本人。但是沒有想到，日本人得寸進尺，先朝楊建平的臉上吐口水羞辱。在楊建平爆發之前，讓我們一起來回顧一下楊建平打日本人最兇殘的2場比賽。第一場比賽是在湖南常德楊建平的老家舉辦的一場比賽，來自日本的傳奇老將上神之曉特意前來挑戰楊建平。這場比賽我只能說啊，上門來欺負人，那他的下場是相當之慘了。好，雙方比賽開始，我們注意看黑色短褲楊建平，而藍色褲衩便是上神之曉。對方在身高和臂展上都要優越於楊建平，但這並不重要，因為楊建平啊，他會中國傳統武術啊，太極拳法，所以說四兩撥千斤，以小博大是他最擅長的。好，沒錯，簡單直接，這就是楊建平的作戰風格。中華武下山了，直接把這個小日本子按在地板上。上属於上位，想要去過腿完全過腿，側面壓制。要不就是現在抱摔，楊建平又想要小臂十字固了上，你看没有？杨建平對小日本子啊，那是相當的有研究，相當的有了解。所以說，我們看，無論對方怎麼掙扎，無論怎麼想去逃脫，根本是逃不掉啊！哦，楊建平鎖住了對方的狗脖子，斷頭台。哇，楊建平他不是在用力，他是在往死裡掰对方的脖子，往死裡使勁兒。杨建平能夠把腿掛得再高一點，有沒有？看能不能翻過去。如果說是翻過去，可能就要睡着了。好，比賽結束了，比賽結束了。好，比賽結束，楊建平又做了一件好事兒，送這個小日本子去和他的家人團聚啊，去送他和他天堂的太奶相聚。我只能說，楊建平啊想的是非常的周到。好，第二場比賽依舊是在湖南常德舉办，而這一次來挑戰楊建平的家伙也不簡單，他是日本的空手道冠軍孤山信。剛剛我可以看到他還在和楊建平的頂牛挑釁啊，的確是有點狂，但是沒關係，我們不着急啊，一會兒楊建平啊就送他也去見太奶。好，雙方比賽開始，大家伙千萬不要認錯啊，穿着白色戰袍的是楊建平，而穿着黑色緊身褲的便是孤山信。好，抓單腿，楊建平想摔，哇，這個都說楊建平力大如牛，百聞不如一見。而且最令我們感到驚訝的是，楊建平的身材啊，他非常小，但任誰也沒有想到，這就是楊建平最恐怖的地方。身材呢並不是很壯啊，不是很出色啊，但打法風格呢是簡單且殘暴。好，楊建平現在有些危險，被孤山信勒住了脖頸。好，掙脫。好，轉身拿背，小日本的身體被拉直，楊建平瘋狂的砸拳，再度拉直。的地面砸拳，好，又一個孤山信解脫了。孤山信呢也是名不虛傳，是烏蘭巴托的巴西柔術公開賽的冠軍，是長期在海外。好，現在準備在又被壓平了，又再一個地面砸擊，對，有沒有？看看會不會這個時候終結比賽呢？現在還不會，這個孤山信還在掙扎。哦，這個孤山信非常的頑強。孤山信又現在是反轉戰士上位，孤山信的反轉戰士上位，他現在。楊建平呢現在是處於比較被動的位置，現在能不能反過來？好，奮力的反過來，站出了上位，一個翻盤，再次占據上位，成旗。好，可以用杨建平。好，這個家伙翻轉，龜縮防守。這個孤山信在龜縮防守，在前兩次的龜縮防守呢，裸腳，好，手沒有后背裸腳，但是是掛在了下巴上，但是我們看不太清楚，到底有沒有呢？現在不知道有沒有這個裸腳。好，已經有了，已經有了，太厲害了，楊建平。好，正所謂识物者為俊傑，孤山信明顯要比上一個小日本子上神之曉聰明得多啊！情報部隊趕緊拍手投降，這才導致他的脖頸，他的狗脖子沒有被掰斷啊，也算是保住一條小命。那麼接下來今天的重頭好戲他來了，中國硬漢劉文博在楊建平舉辦的比賽上，竟然被日本人瘋狂羞辱，還被日本人扔下擂台，並在第一時間叫來同伴一起來圍毆劉文博。楊建平實在看不下去，想要出手制止，但是沒有想到小日本卻變本加厲，吐了楊建平一臉口水。楊建平忍無可忍，衝上擂台，狠狠地教育他們。
没劲儿了！轮播不要吵架人，轮播不要吵架人。此时见刘文波又被围殴，杨建平见状想要出手制止，不料此时一只小日本子走了上来，问了一句：“你就是杨建平啊？”结果下一秒直接把口水吐到了杨建平的脸上，让原本并不想出手的杨建平彻底忍无可忍。分开，出城，分开，快 ！1 2 3 4。此时可以看到刘文波还在被日本人疯狂的践踏，对手一脚又一脚踹向刘文波的头部，但刘文波并未遭受重伤，凭借顽强的意志力再次站起来開始反擊。結果好景不長，又一次換來了小日本子的2打1瘋狂圍毆。见刘文波被2個日本人瘋狂踐踏，中華虎楊建平終於忍無可忍地走上擂台。然而接下來楊建平的表現更是讓小日本子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別的不說，關鍵是看着刺激。比賽繼續，比賽繼續。今天劉文波能夠贏下這場比賽，楊建平至少有一半的功勞。那對於楊建平這樣的抗日名將，觀眾朋友們，您希不希望他重新復出拳壇呢？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咱們下期視頻再見。對，猛男今天一上來之後呢，這個重擊啊打得確實是聲聲作響啊，特別漂亮啊，猛男，漂亮的後手，對，連續2個。好，觀眾朋友們，歡迎收看本場比賽這一場非常精彩的中日大戰。中日對決自然是不必多說，那肯定是仇人相見，分外眼紅，都帶着火，都想置對手於死地。好，注意看165對戰172，臂展168對戰178，年齡上22歲對戰21歲。我們中國的小伙，他是一個少數民族，來自於我們中國的水族，的確是不常聽也不常見啊，但是無所謂了。56個民族，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都是一家人。哦，雙方一言不合已經是正面開打，哇，刺刀見紅，沒有任何虛晃，沒有假動作，正面直接開打，什麼戰術，什麼拳法都沒有。好，稍微放緩一下節奏，我們簡單介紹一下穿着金色戰袍的紅方選手，來自於中國的蒙博安，他是我們中國傳統武術螳螂拳的傳承人。哎，注意看什麼情況？日本的小雜毛，哎呦，非常痛苦，
4腳着地，一脚踢回了原形。好，再看一遍，很明显，慢动作可以看出呢是这个日本小杂毛啊自己撞上来的啊，并不是我们踢上去的。我相信群众的眼睛啊，观众朋友们，你们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啊，都可以作证，我们绝对没有犯规。好，没有问题，双方比赛继续。是在我们武林风序列赛 CKL 的比赛当中，对中国自由俱乐部中国自由搏击俱乐部黄金联赛当中，漂亮！我天，接腿之后又是后手啊！蒙博安今天的这个后手打的确实是稳准狠啊！是的。节奏给的也快，是，而且两个人一上来进攻的速率都快啊，近身肉搏啊。对，庄司李九肉也是跟蒙博安撞上了，不止掉了，不止掉了。我的天哪！但是我觉得蒙博安还是要打得再冷静一些，对，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选手的这个意志力还是比较强的，是的，尤其越往后打，如果你一波你一波带不走的话，我觉得一个低扫3回合可能危险。是的，哎呦，漂亮，又是一个后手，前手点出来了，一直打后手。这场比赛忘记介绍这个金毛小子了，他的产地来自于日本的大阪，没错，他是一个日本空手道的练習者。那這一次來中國踢館也是狂言要拿他的空手道橫掃我們中國輸。沒有想到第一場比賽就遇到了殺傷力十足的螳螂拳法。最近可以說是很久沒有聽到這個拳法了。而蒙博安呢，他是螳螂拳法的分支當中的7星螳螂拳。主要特點啊是招式多變換快，最重要的是它的威力和爆發力非常強啊，就像螳螂一樣能把雙臂啊彈出去啊。你看這個出拳方式很特別，它並不是打啊，像彈出去一樣，並沒有找到好的一個節奏啊。現在慢慢適應過來之後，就是能力和技術層面的發揮就開始慢慢顯現出來了。而且我們有點擔心蒙博安體能的儲備啊。是的。對，就是第一個疲勞期已經來了。是的，也漂亮，前手能夠點到。莊司李九斗的防守端做的還是不錯啊，又是點一個前手壓後手給掃踢。兩個人今天這個狀態都是不退啊，這點太可怕了。整個第一回合基本上都被打退的啊。而且一旦在中近距離就遭遇上之後，進攻的鏈條都非常的長啊，基本上都是10到15拳、16拳的輸出賽。而且這個輸出動作也比較多，對，漂亮的後手，給正東。好，第一回合比賽結束。好，第一回合兩位選手的比賽的確啊，是從頭打到尾，的確是打出火了。這就是中日對抗賽啊！看來我們中國的抗日小將、抗日選手後繼有人了。第一回合我們整體看下來的話，的確是蒙博安的這一邊啊，我們整體看下來更具優勢啊，尤其在重擊這一塊，我們看。哇，打得非常的準，螳螂拳法名不虛傳。但賽前這個日本小雜毛卻說我們中國武術在日本空手道面前啊，就像是小孩跳的廣播體操啊，根本拿不上牌面。小小年紀就如此猖獗，看來今天啊必須要給他上一課了。好，現在雙方的第二回合火力依舊不減，蒙博安有小心，雙方的換拳。蒙博安還是要小心一點，對方的這個進攻節奏呢是打出感覺了。啊，蒙博安一不小心牙套再一次被打飛，但是我感覺應該是吐飛的啊。因為從狀態上來看，蒙博安呢沒有任何眩暈，也沒有吃到重擊。現在拼的就是看誰的這個體能儲備好。是走中線的這個過程啊，打得都不錯，而且後手都有能夠壓進去的能力。是的。那目前我們來看，我覺得莊司李九斗可能在內圍的時候就比對手多了一個吸動的會更多一些。然後拳腿的速率基本上都差不多，兩個人的節奏都漂亮高潮，而且都屬於這種快進快打型的。是的。而且都屬於進去之後不退型的。蒙博安啊，要小心了，牙套呢又一次被打飛。裁判已經是再次警告蒙博安，你不可以再把牙套給露出來了啊，咬緊牙關。好，一言不合，雙方又拼到一塊兒。蒙博安拳腿組合，重拳和低掃的穿插。那麼先來看低掃效果一般般，還是要打拳啊，就打準。因為對方的防守漏洞呢還是比較多的啊，打準一次就有可能要了對方的小命。這個狀態大家能夠看得非常的明顯啊。是。第二個連擊去打，但是我個人會覺得蒙博安就打完第二回合之後，第三回合可能要考慮一下改變自己的進攻策略了，因為你現在
你的后手是能压进去没有错啊，就是有点伤敌1000自损1000的这个状态，因为两个人在这回合拳上互中的情况差不多。不过这会儿也有一些改变，我们看到蒙博安在这一阶段用的这个卡夫多一些。是的。第二回合还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我们看日本的小杂毛庄司李九斗，他的体能下滑。哦呦，这是不是下滑问题？感觉已经断档了。而反观蒙博安这边已经打疯了，要打准，我们尽可能的朝着太阳穴，朝着门牙打。真是强啊！就是虽然他体能端现在已经不行了，但是他突然间体能掉下来了，就在这一瞬间，现在蒙博安有点打瞎麦的意思了啊！但是依旧没有打出读秒，又是一个后手击服，漂亮，打读秒了！哇，这个读秒来了，读秒，对，我看能不能继续回到比赛了。对于现场的观众来讲，这个读秒来得太晚了。是的。今天我们现场观众也很给力哈。对，应该是已经不能够继续比赛了。虽然没错，观众朋友们，节目精彩好不好看啊？压哨的 KO， 比赛最后1秒刚刚好。我们看真的是瘫了，整个人的这个小日本子已经是瘫软倒地。主要是蒙博安最后这一波连续的重击呢，打出50多拳，实在是太猛了，将这个小日本子打成了马蜂窝呀。好，看到对手被担架抬走，那这场比赛悬着的心呐，我终于放下了。没打死这个小杂毛，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一件好事啊，毕竟打死对手太晦气了。好，还打哭了，哈哈，哭起来可真夠醜的。这个上部特踹则是我们散打当中的精髓中的精髓，而且还有一些劈挂腿，像柳龙劈挂啊，刘海龙的经典招式。在之前的风马奥格勒斯的比赛当中呢，风马的升级是一个起到作用了，连续打中了。哎呦，这果然观众朋友们，赛前狠话放得越狠，那上场之后就越狼狽。在英国80公斤没有对手，结果来中国之后1分鐘啊都堅持不住。好，進行讀秒，但是看他的狀況應該是還能打啊，站起來了。這個抵抗力，看曹魯健能否擴大戰果，連續的打了踢空拳，連續攻擊肋部。現在這個成了對方的軟肋，對，這成軟肋了啊，就是軟肋，這真是軟肋，連續攻擊同一個地方。他現在有意識想下壓來守住這個地方，但是很難。你看那個英國的奧格勒斯的，其實在泰國比賽裡面他挺強悍的，他的那個打腿動作。
啊，今天的这个曹鲁健打得太凶猛了。今天这个曹鲁健身高1.88米的，非常的高大，所以说奥格勒斯以往的身高优勢不復存在。曹鲁健这有聰明的，對，加這個要臀法的進攻要上頭，是上頭，因為你身高1.88米，這很容易起高邊腿上頭動作。近2年我們中國的自由搏擊高手啊，尤其是散打系的高手，身高這一塊越來越高了。像曹魯健、劉策啊，這身材都是非常的高。這樣一來，很多老外人高馬大的老外，他的身形優勢在這個時候就沒有任何作用了。反之，我們還要更高一點。看到英國的這個奧格勒斯一個上勾拳啊，上勾拳打中了曹魯健。奧格勒斯的內圍戰呢還是非常的獨到，但是呢，曹魯健打開大合，並不給奧格勒斯機會。這很浪費體能的呀，曹魯健。對，看，右手上勾拳，看沒有？又打一個上勾拳。這倒計時還有10秒，還有10秒。對，雙方能否有再非常漂亮，有點可能了。好，第一回合比賽結束。今天我們曹魯健的作戰風格，我覺得呀，和死神方面還真不太像，更多的像我們中國早期劉海龍、保利高那一代的打法，就是一上來啊就很猛啊，就是跟你拼了。這種風格是非常好看的，主要是打得比較兇。你看這一拳，哎呦，把奧格勒斯這個臉都打着，哎呦，我感覺打老了10歲啊，打出一臉褶子。好，但當然對方的這個上勾拳也不弱啊，你看這個角度也很刁鑽。但第一回合整體看下來，還是曹魯健的優勢要更高一些。好，隨着前方的美女，第二回合馬上開始了。觀眾朋友們，相信我，再美的美女也沒有本場比賽第二回合精彩。儘管還要發揮到拳法這個打擊力度，但是他有意識加強一些腿法的進攻。對了，看沒有？對了，連續3拳。哎呀，這個曹魯健進攻很全面。然後你再出拳就對了，對，這樣就有機會。但是馬上直接後腿打了，後腿直接跟上要打直拳，不要這種擺拳了。曹魯健還真的有實力，對，腿也很重。是的，這個時候奧格勒斯呢防守顯得有一些的軟綿無力，畢竟是自己的前腿多次遭受到了曹魯健低掃踢的砍擊，這些已經都紅了。是的，現在曹魯健就低掃踢完的時候，一定要加強你的後手的右手後手。要打一點非常痛，看到奧格勒斯，太強了，簡直是。誰能想到曹魯健還有低掃踢有這樣的殺傷力？這麼殺傷力，出乎意料，這對該走才有。還能站起來嗎？好，沒有想到這個第二回合曹魯健改變了戰術啊！第一回合打拳，第二回合打腿，這個實在是太全面了啊！這個讓對方也是出其不意。當對方以為曹魯健還會出拳，積極防守我們拳法的時候，而曹魯健早就已經改變思路，踢對方的腿，讓對方是痛苦不堪吶！好，恭喜曹魯健，同時非常感謝屏幕前您的收看與支持，咱們下期視頻再見。